各位道友们晚上好啊！今天咱们继续睡前故事。还有道友私信追这个道长那面八字分享，什么又挺火又归水又案例的，还有道友给道长又发过了一大堆追要分享的案例。道长都气乐了啊！这么看你肯定是没听，两面的音频你都没听，反正你追一次道长就演一周。关键搁这面说了你也不带听的，道长是开玩笑啊，暂时先不分享那面的，别着急啊，还是一致强调，听就当乐呵听啊，别带负担，也别带这个目的性，如果带着目的性，非要抠这个数，非要追越快越全的学好，越要用于什么的，越这样越容易学不好啊。该刹车时候就刹着车，该减速时候就减速。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啊，不是一直老拼的，也不是一直老躺平的。不只是你着急啊，如果一分享跟八字相关的，道长也着急。道长本身性子急啊，就说的一分享起来就抠的没完没了，甚至想分享的更全，更深入，更好一些，更那啥一些，这就非常累啊，或者说你听起来也会非常累啊，适当的休息一休息啊，那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学的，确定的啊。再说还是道长强调的啊，那个东西学到一定程度，如果有一些底层式的东西你不打通，再学就没有用了，就容易走偏了。今天继续讲故事，上边讲到哪儿了？讲到说这个好容易伏羲和女娲，学会揍人了，没想到睡了一觉起来，这个泥人都死光了。道长看了两眼评论区啊，道友说的道长你太能吊人胃口了哈，偏赶这么时候，你说你不讲了，道长关键也没有办法啊，那阵儿就接收了那么多，道长也在想说为啥他们就死光了，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关键是不止道友和道长在想啊，伏羲女娲也在想，特别是伏羲，这为啥这些小妮儿都死光了呢？伏羲首先想到的就去请教了这个青帝啊，因为青帝跟这个伏羲是最熟的，但是青帝休假了，他又去想到了次帝，次帝也休假了，没有办法啊，他就去找白帝去了。白帝住在西面的一个白色的大房子里。白帝是伏羲最不喜欢的一个帝啊，就是青帝还比较直爽，次帝呢还比较热情，但是白帝一直是比较那种，反正是令人比较害怕的那样一个感觉啊，一张脸苍白，一直都是毫无表情，总感觉别人欠他多少命似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啊，伏羲就嘚嘚嗖来了，说明了来意啊，想问问这些小妮儿是怎么死的，然后呢，如何让小妮儿活得更长久一些。听完这个问题啊，连白帝都气乐了。白帝觉得说，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死的吗？或者说我根本我也不关心他们怎么死的啊。那正是因为他们死了，我这块才有生的啊。确实也是说的，白帝带走了他们这个小灵，也就是这个伏羲给他们注入的这个系统啊，也可以说是正因为他们死了，然后在白帝这块却有了很多个生，有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说白帝说，确实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死的，他也不关心这个。甚至伏羲感觉白帝好像听说他们死了还挺高兴点事儿，看来基本上在白帝这块问不出来一点什么有用的东西了。这时候伏羲就想起皇帝了，说就还去请教皇帝吧。皇帝好像知道伏羲要来，皇帝说你终于来了，在几万年中啊，很少有人问起这个话题，就是什么话题啊？如何让泥人活得更久？因为皇帝说啊，他们只关心泥人是否听话，是否逗自己开心。这里伏羲就纳闷了，他们又是谁呀？因为在伏羲的心目中，他以为他和女娲就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就是这宇宙的造物主，没听说还有他们呢。皇帝继续说道，说你呢，你只是几千次的一个轮回啊，就是伏羲，就是在他与这个女娲的这轮啊。当然这个女娲大概是有80多个这样轮回，而在他们这圈的这个按这个顺序排下来的啊，有无数个女娲和伏羲了。而伏羲啊，也就是所说这个伏羲，就是当下这个伏羲是第一个关心泥人的死活和关心泥人的寿命的，
并且这个皇帝也说了，就说在这些轮回这些对儿中，就当下这个伏羲，他这对儿是最稳定的一对儿，实际上也是最长久的一对儿。当然他不说这个伏羲也是知道的因为短命的早没了，这个伏羲对原来的还是有一些这个记忆在里面的但是下面说的话就是皇帝说的话就让伏羲震惊了。皇帝说，但是在当下这个时间，无数主就是这个女娲和伏羲的这个组合中，你们也是相对稳定的一对儿。这个伏羲就不太理解了这个皇帝就跟他解释了说有无数主就是如果按时间这个长河算，已经过去了无数个了，但是如果按同时算，还有无数个这个女娲和伏羲是并列的。他们这个每一组的组合又都不同，有的还没到这个就他们这段呢，到哪段伏羲和这个女娲上一期咱讲了，是已经皇帝给他们一个规矩，就是互相带上了，有的没到这段呢，还在互相残杀，当然也有的到这段的带上规矩的，当然呢，还有另一种的是啥呢？就说已经有这个规矩了，却也还把对方搞死的。听到这儿这个伏羲心里头一愣他其实有了规矩以后，他也曾经有过2次想搞死对方的冲动，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确实挺难，因为那个是同步的嘛。后来他逐渐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了。虽然他想，居然有人比他还厉害，是不是？伏羲以为自己已经很聪明了，但是他没想到，居然有人还居然在这个有规矩的情况下也搞死了对方。皇帝好像能够揣摩到伏羲的内心，继续就又把这个话说完了。他说，没有规矩的人搞死了对方，这个上帝还会分给他另一半。比如说你伏羲搞死了女娲，还会分给你一个女娲，但是你就得随机等了。女娲要搞死了伏羲，也还会给你分一个，因为你没有规矩嘛，不懂规矩嘛。但是因为有了规矩以后，这个伤害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就是说你基本上搞不死对方，因为你一动手，对方就知道了。就是这是这样用，但是依然有少数人少数个伏羲和女娲能够破坏这个规矩，搞死对方。但是对于这种一般他们上面的惩罚是什么？他会永远拖着另一半的躯体前行。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搞死他了，他也还会跟着你，就一直就这么背着了，并且不会再分给他新的另一半，就是伏羲搞死女娲，不会再给你分女娲了。女娲要搞死伏羲，就不会再给你分伏羲了。就是如果你在已经有了规矩的前提下，你还搞死对方，那你就只能是这样了，背着对方的这个死了这个躯体腐烂这个躯体，然后在孤独沼中死去。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寿命是十分长的所以说剩的日子也并不是太好过。听到这伏羲心里头你直嘚瑟，多亏没把这个女娲搞死，这搞死了以后，那么大个东西在旁边老放着，还不如让他活着呢。这时候皇帝又说了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说从开始前就没有找另一半，就说有些女娲从开始就没有找伏羲，但是呢，她到现在呢过得也很快乐，也并没有太孤独，这也是一种情况，但这种并不多。伏羲这里面又插了一句他就问这个皇帝，他说的，那为啥我没有遇到过别的这个伏羲和女娲呀？然后皇帝这个回答很有哲理性，皇帝这么回答伏羲的说你的生命的长度不足以到达另一个伏羲所在的空间边缘。这伏羲就懵逼了呀，我的天哪，我都活了几千年了，还不能到达另一个伏羲的边缘。皇帝说是是说你认为的，或者说对于你来说这几千年对于再高一个维度，或者给你们划分不同的这个实验田空间这个区域来说，太渺小了。就说你终其一生，或者说终其你几个这个一生，也不一定能到达那个边缘。不过这个也不是死的这皇帝又说了说据说在5000年后有个叫伏羲马的，正在试图在寻找另一个伏羲的存在。伏羲又问皇帝说那在上面还有没有了？实际上这个伏羲问的意思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说他这个和女娲从哪里来，或者说他上面到还有没有人等等因为在他知道只有这几地，虽说他们也听说过在几地之上还有一个上帝，再往上的他就没有见过了。
皇帝说了啊，皇帝说有，皇帝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负责这个这5帝，就是这个青帝、次帝、白帝、黑帝，还有我皇帝。他说我们这个上面是有一个上帝，据我知道的这个上面这个上帝就有5个，但是据说啊，在这个上帝之上还有帝。但是好像再有几层他也说不清了，但是最终说他们统一的出处叫玄牝之门，当然这个呢也叫道，是那个玄牝之门在不停的衍生着万物，当然也包括这些个地，但是到底为什么生，皇帝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了。他说因为我的智慧高度无法领悟那个道的维度，我只是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它是这么捋下来的，就是那个道不停的在生这些地出来，然后再生再这么下来的。但是具体它这个原理，它为什么要生，我也不清楚。但是据说在咱们2000多年以后，有一个叫老子的人，会把这个道的这个规律记录下来，描述出来。皇帝说这个事儿咱先不说了。对了，你今天来是干什么来了？啊，伏羲才想起来今天是来有正事儿的。伏羲说是我想问一下这些小泥人是怎么死的，这个如何能让这个小泥人这个寿命更加长一些，或者说的争取不让他们死去。皇帝说啊，这个事儿呢你还真问对人了，但是这个说来话长啊，说在咱们上面的一天，地上就是1年。当然说的我所说的这个1天和1年之间比例呢，又只是一个层之间的一个关系。如果是再往上一层，就啥呢？上面一层的1天，下面就是100年，再往上面的一层的1天，下面就是1000年。所以说针对你，也就是针对这个伏羲和女娲的1天来说，针对于底下这个泥人来说，它就是1年甚至是几年这样一个时间。所以说当你们打个盹睡个觉，那么实际上这个小泥人就已经经历了，就这个黑天对于小泥人来说，感觉就是经历了这个这个黄帝元化道长想不起来了，大概就是咱们说这个冰川四季吧，就那么漫长，已经不是咱们感受的春夏秋冬了。而说我们经历的，也就是伏羲和这个女娲经历的白天，那对于这个泥人来说，那简直就是极昼，就是酷暑，就是一直就是暴晒。所以说当你们睡觉的这一觉啊，一部分这个怕风的这个泥人死于春季，本身这部分泥人这个五行，这些伏羲是懂的，因为他给这些泥人注入的五行，每一个泥人都不同的，有一些本身木旺又忌木的，然后呢死于春季。怕火的泥人死于夏季这个暴晒，本身火旺又忌火的死于夏季。当然有一些这个身弱寒凉，本来就泥水过多的，女娲在和泥的时候，本身这个泥水就用的过多的，就死于秋季和冬季。就这样一轮下来就没剩几个了。而你们睡这个一晚上，总共他们经历了几十轮。所以说当你们睡一觉起来啊，这个泥人连灰都没有了。看这个伏羲还晕得乎呢，这皇帝就继续说了，说这个道法自然，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大致意思就是说啥呢？你要大致让这个阴阳之气均衡，若不均衡，就要用外力的这个力量，也就是术数维持它们的均衡，让这个大环境与泥人体内这个环境的阴阳维持均衡，他们就能够长寿，甚至长生不老。再直白点说吧，就是你和泥的时候不要过干，也不要过湿，然后你给它分配阴阳五行的时候不要过偏，不要过于阴，也不要过于阳，这个泥人就能活得长久。在内要保证它这个躯体的阴阳的一个均衡，在外要尽量规避寒暑燥湿之气对泥人的影响。还有尽量给泥人一种自我感知，外界的这个五行啊，外界这个阴阳啊，自我感知的和调节自己内在的一个适应外界这个能力，让他们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环境来生存。前半部分啊，伏羲大致是懂的就说这在做泥人时候好好做，然后那个阴阳均衡，然后呢这个五行之气也尽量均衡。但是后半部分他就有点懵啊，这个泥人自我感知能力和调节这个怎么去给这应该是得按现在说这得是新开发一个功能。得要说白了吧，就是得让泥人活起来。不用说必须你和女娲去照顾他们看着他们，
得让他自己知道我冷了，我热了，我怎么地了啊？这样来说，那泥人就不会傻傻的在春天死去。因为那些木旺为忌的人就会躲这个春天，不让这个风和木气伤着他；那些火旺为忌的人就会躲夏天，就会找一个阴凉的树叶，哪块底下躲起来。那些秋天金重为忌的人也会躲这些来收割的，就是让他自己感知这样，以适应这个，这就会让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伏羲想啊，说这个能力，这个开发这个能力确实有点复杂，先不想那么多了。总之这次与皇帝的聊天，对他很有启发。就回来了，回来跟女娲大致描述了一下。女娲还在埋怨呢，伏羲啊，这么长时间才回来，也不知道啊，女娲听没听懂？听没听懂？但是也得重新干，这又得重新干活了，继续和泥，把这泥和完了，重新弄了。这次捏泥人的时候，这个伏羲也特地的跟女娲说了，咱尽量这个泥和的好一点啊，和的匀乎一点。这次在这个泥人做好以后，为了保险起见呢，伏羲用这个木棍把地画成了一个9宫格，就画成了9块，每一个格里面放了同样多的一个泥人啊，然后用木棍把这个9宫格画出了深深的沟。对于这个泥人来说啊，伏羲画出的这个沟就是那个泥人的所在的宇宙的边缘，也是无底深渊。当然又引用了刚才这个皇帝说那叫折颜啊，伏羲画出来这个沟就是这个小泥人毕其一生时间的长度也无法到达的这个另一个边缘，就是无论如何他也逾越不了这个边缘的，就是走着走着他就死了，就是这道理，永远他发现不了另一个方块。就这样9个泥人的这个平行宇宙开始运行。这9块后来伏羲都为这9块地命名了名字，这是后话啊，先不说，因为第一次弄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么多，再聪明也没有那么厉害，他只是把它分成了9块。但是后来他把这9块都分别给起了名，这个就是一直沿用到今的我们叫什么9宫八卦图中的9宫。因为这个9宫之中这9宫之中每一块感受的天地之间的这个阴阳五行之气有不同，这是后话所以说同样在这样9块的这个平行世界中，这个泥人的最终他生存的这个或者说他活的这个长度和这个健康状况包括很多又有不同啊。这个9宫图中的每一块接受的阳光的时间长短先后不同这个在现在咱们都明白了，它就叫真太阳时。这是后话这是后话。这是在地上的操作当然道长还是说一下这个比例不然大家可能容易听懵，以为咱们下这个五子棋呢。就说这个伏羲画出来这个9宫，对于这个泥人来说就是9个不同的天地，就那个差别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别之后这个伏羲又想起来这个皇帝吩咐他这些泥人怕暴晒的，想起来说女娲有个破草帽，上面有一些破漏洞，然后他就找了4个棍儿把这个草帽给撑起来，这下好多了就说在草帽底下会有通过这个漏洞有光线照进来，底下这个相对的来说光线不强烈，但是呢也有光。这么一顿舞之以后伏羲觉得这个环境相对于原来那个环境来说好多了。看到第一，太阳不直射了，第二呢，这个下点雨呢也没有问题了。这样至少这个，怕光照的这个火太旺的，怕这个水淋的水太旺的这些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你别说这么弄还确实是比原来要强多了。这好像弄完没几天他就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或者说这些泥人就经历了这个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个暴雨。实际上对于伏羲和女娲来说，这个雨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但是相对这个泥人来说，这个雨就特别大了顺着这个草帽的边缘的哗哗就往下淌，当然顺着一些漏的就是草帽漏地方的也往下淌，这样自然也淋湿了也甚至把一些泥人都给冲没了。后来这个草帽有点斜了，顺那个偏那面漏这个雨漏的比较大，导致大面积的一个泥人受灾。这个泥人被冲，你想泥人肯定是怕这水冲嘛，被冲完了。
这阵儿啊，这阵女娲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其实正常情况下，这个皇帝一再安排过啊，就说女娲和这个伏羲，尽量不让这个泥人知道他们的一个存在。到底为什么啊，也没有跟他们说。总之就是说的，尽量不要知道他一个存在。但是这阵儿女娲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伸手了，就把自己那个七彩裙子上拽下来几个布条，就把这个草帽又给扶正了，然后把这个被这个雨压塌，漏的大面积漏的那块就用这个七彩布条塞了几块，这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传来传去，后来就传成了这个女娲补天。当然，这个地下这个也有一部分受灾比较严重的啊，这些泥人居然会自己自救了。他们这个把这个小水啊挖成沟引出去，引到了这个旁边的更深的沟里面。这个就是咱们后来的大禹治水。就这么一顿折腾啊，连泥人带这个女娲和伏羲一顿折腾啊，终于这个雨也停了，这泥人又快死光光了。不过还好啊，还剩下了一些，剩下了没有1/3。天晴以后啊，这个女娲又得继续和泥，继续捏泥人。这个边捏这回边埋怨，已经开始有点这个暴躁了啊。这个女娲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还是特殊时期。总之，这个就最近那个本身这个心情就不大好，然后呢被这个这么一折腾，总觉得心里头不太舒服。这本身他的目的是捏几个小泥人吧，是不是闲得无聊说逗着玩呢？现在可倒好，每天都把这个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个照顾泥人上，这过的什么日子呀？越想越憋气。所以说这次他开始是好好捏了几个，后来基本上就不好好捏了啊，就拿这个树枝儿蘸了一些刚刚下过雨还没干这个泥浆，就开始乱甩，乱抡，噼里啪啦就往地下甩。这段在这个《山海经》中也有记录啊，当然可能我们只是记录了，但是我们难以理解。别说你不理解啊，道长也不理解，当然伏羲也不理解啊，不理解女娲为什么要造出来这么多可能我们难以这个接受的人，就很多这个形态与内在不统一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形态啊，泥人的形态是女娲造的，而这个他内在的这个小灵的五行阴阳的分布是伏羲给的。所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女娲的一个这种操作啊，就是拿着树枝蘸泥巴乱甩，才有了后来我们知道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这类的啊，就是总之就是你觉得这个灵魂和他的肉体是那么的这个不相容的，但是它也产生了，就是这就是它产生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啊。所以说伏羲还算是比较那啥的啊，他不论是女娲造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都尽力的去按这个皇帝跟他吩咐的，就是争取啊给他这个注入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均衡或者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阴阳和五行，但是只能说争取啊，因为也没法太细啊，就这样就是他俩在这个造这个泥人的速度，就是捏的泥人的速度还是攻不上这个泥人死的速度，就是怎么整到最后都越来越少。西面那个白地啊，天天来蹲着等着收割人带人走。所以说啊，最近弄的这个女娲很郁闷，她有一天就告诉伏羲了，就下死命令了，说伏羲，如果你不能把这事儿给我持平了，就说啥呢？就说咱们捏的人和这个活的泥人，如果不能持平了，哪天我就把它全踹不没了，你就别玩了。这下伏羲是真上火了啊，因为伏羲现在鼓捣这东西鼓捣有点上瘾了，觉得这东西比这个跟这个女娲之间打打杀杀要好玩多了。但是这真要是说的女娲全给这东西平不了，那以后玩啥的不就得俩人光打仗了吗？那如果没有这个了，以后他把目标集中在怎么把这个规矩破坏了，那没准啊互相看不上眼的时候，可能又把对方骨头死了。那这回骨头死了，他还知道这个结局了啊，骨头死了，对方还得背着他这个躯体一直背几千年，这事儿挺上火。所以说伏羲啊，觉得还是好好整泥人吧。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个伏羲就再次来请教皇帝。就说这次请教的皇帝的目的就是说，如何让这个泥人这个争取能够总也不死，或者至少说他的死的速度跟生的速度持平。这个皇帝说这个事儿啊不可能，说永远都是到最后啊，第一不可能长生不老，第二呢永远是这个死的要大于这个生的。换句话说啊，就是说你们捏了100个泥人，到最后能剩一个，
存活，这就已经可以了。它不是说你捏多少就保证能够最后能剩多少的。但是在这个伏羲要走的时候，皇帝突然又想起来说，这样吧，你还是去问一下这个黑帝吧。据说黑帝有一些办法可能够满足你们这样一个愿望或者这样一个需求。黑帝伏羲一直没有去拜访过，但是听说着他的这个名字据说黑帝特别擅长黑帝因为住在这个北面，住在一个北方比较寒冷的地方据说这个黑帝特别擅长这个繁衍就说他只要走过的地方，这个草就会打籽儿，树也会打籽儿，什么东西都会结这个籽儿，然后这个籽儿呢会在下一个时期呢，继续长出来。这就是黑帝，他就成天没啥事他就研究这个的。本身这个伏羲不知道为什么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黑帝，但是没有办法呀，他就是因为这有事来求嘛，他就来了就拜见这黑帝了。黑帝看他来拜访很高兴。黑帝还是比较这个那啥的，就是看起来很聪明一个人但是当然也看起来很狡猾的这样一个人。黑帝跟他描述说这刚刚拿这个小黑鼠做完实验，说这个效果特别显著，说小黑鼠这个数量多的已经控不住了啥意思？就是拿泥捏了几个小黑鼠，然后呢，黑帝就给他稍微就是注入了一些东西在里面，然后这些小黑鼠自己就会繁殖，多的已经控制不住了。然后这个伏羲就请教了一下具体上怎么样一个操作法，然后这个黑帝就对他一番描述。这回伏羲就乐了回来就跟女娲说如此这般。一听这个女娲也乐了，说这回省事了呀。然后就开始按照这个黑帝教这个操作说这次操作是啥嘛？说从做时候就要有区别了，说在捏泥人的时候，甚至在和泥的时候就要区别。就说这要分成两类，以前做的泥人只有一种泥人就是那么一种，但是现在在做泥人的时候就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啥呢？要阳气足一些的，就是稍微干燥一些的，然后做成这个男人，这个形体形态上也要跟这个原来那个不同。然后另一些那些湿润一点的阴一点的就要做成这个女人，这个形体上呢也要有不同。然后伏羲再基于这个不同形体的人给他匹配不同的阴阳和五行。也就是说本身这个阳气足一点的，就是干燥一点这个男人形态的，就给他注入这个偏于五行和阴阳之气，偏于这个阳气多一点的。然后呢这个阴一点的，这个以女性这个模型为捏成泥人呢，就给它注入呢偏阴柔一点的这种阴阳之气和五行。目的是什么这个黑帝也告诉这个伏羲目的就是让这个两个泥人之间互相吸引。它看起来是这个两个泥人就是这个男女人和女泥人之间互相吸引，实际上是阴阳之气两股气的这个互相吸引交合，阴阳激荡而生万物，万物都能在这个阴阳这个之间产生，何况是泥人这样来说，这个相对的来说伏羲和女娲都会轻松，因为女娲就不用再捏泥人了。然后呢，伏羲这个也会相对省事，伏羲以后只要在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男泥人和女泥人，在这个特定的某个在结合的一个时期，给他们产生那个小泥人注入一个灵性，也就是注入这个阴阳和五行之气，就可以了。这样至少就省去了这个他们造泥人的这样一个麻烦。在制作这个泥人的过程中这个伏羲就告诉女娲了，说咱这次揍时候吧，你把那个男人揍的强壮一点。他说这样来说，有一些下面的相对的这个活吧，可以有可能让这个男泥人干。再一个呢，就说因为毕竟说这是做成阳的了嘛，这个女娲也没多想就照着做了。实际上他哪知道这就是伏羲开始挖的坑。这是后话暂时咱先不展开。因为如果按照女娲的意思女娲一定会按照自己和这个伏羲的这个比例，身体的比例构造和原型来弄的。他就甚至会给这个女的造的很大很强壮。但是当伏羲这么建议了，女娲也没多想，就揍了。他也认为伏羲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男人是阳气的嘛，就给他揍大点吧。
所以说这一批泥人啊，严格来说跟以往的这个泥人都不同了。所以说这个伏羲和女娲对他们这个是很期待的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这批这个泥人这个比例并不是这个按1:1。这不知道是这个女娲在捏泥人的时候一个个人的这个个人的倾向还是怎么情况啊？具体上不清楚他俩。总之捏出来这个女泥人特别少，或者说这女的不好捏，具体原因道长确实不清楚啊。总之就是这个比例啊，就这个男泥人就多，非常多，女的泥人没有几个。这个比例也如同他们这个历史上几千年来，甚至几千年来他们之间这个比例一样啊。总之这个女泥人就是相对的要少，男泥人就多。捏完之后啊，就把这些泥人又分到这个9宫格，这9块又分别放进去了。这次他觉得确实好玩了。以前这个泥人之间比较木个章的统一都往一个行动，都这么统一，感觉就是这个比较死板。但这次却发现这些泥人之间总是一对一对的往起搞，总是一对一对的往起找，就是你随便闪得到的，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有2个泥人他就抱到一起去了。所以说这阵弄得伏羲也一顿手忙脚乱。因为他得是在那个时期要给这个他们所产生就是这个阴阳泥人或者男女泥人产生的小泥人注入这个新的这个五行和这个阴阳体系统啊，所以说一顿忙活。后来发现很快的真的是他们真就生下了小泥人了，而这个小泥人居然跟他们捏这个泥人基本上一模一样。这事给这个伏羲和女娲可乐坏了呀。这才终于算他们造人成功了。所以说这就省事了，至少这个女娲是真高兴啊，说这不然说以后差点就那啥了，太累了，成天就和泥巴玩了，说这就不用和泥了。居然他这个泥人自己可以造泥人，这个事儿令他们2个人兴奋了好一段。但是因为这个毕竟没有经验他俩这么方式造人也确实是没有经验，乱七八糟。特别是在这个前期有些时候这个女娲在那个弄的这个男人的形体，却给这个弄的水掺多了；弄这个女人的形体的时候呢，却给这个火土这个火候整大了，弄得比较干燥。然后那个伏羲也是伏羲在注入这个阴阳五行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就有一定的比例是啥呢？本该是这个男人的躯体，他给注入了这个阴性的金水这个属性，阴柔的这种五行属性，本该是阴柔的女人的属性，他给注入这个男人的属性。这个后来他也发现了就有一部分是什么就说有一部分是男泥人与男泥人老往一起抱，有一部分女泥人与女泥人也老往一起抱。甚至有的是啥呢？抱完这个男的抱女的。开始这个伏羲和女娲还不理解，后来逐渐他们就找到原来问题在这儿。但是找到了这个也不好解决了，也不可能把这些戳吧这重新造泥人了啥，女娲也懒得重新再去造了因为从今天开始他们就不用再和泥造泥人了，这些泥人基本上就已经能够开始，至少他们这个繁衍的速度已经大于他们死亡的速度了。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出现了，而这个问题是这个黑帝并没有提前告诉这个伏羲的。就是说当这个阴阳之气或者说这个阴阳泥人或者说男女泥人结合以后，他们是可以生了这个小泥人了，但是他俩的这个寿命远远要小于最开始的寿命了。但是这个事儿对于伏羲和女娲，特别对于女娲来说，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伏羲还稍微关心一点这泥人的这个寿命，但是女娲更关心的是泥人的整体。就说整体上是不是泥人属于这个增长的，不是死的多活的少。现在至少这边前天看这一个方块里面有几百个泥人，第2天早上起来看见有上千个了，然后呢第3天起来有上万个了。这个女娲觉得挺好玩这个以后不用手工和泥造人了。就这样这个泥人的这个人口数量迅速的增长，很快就是说的这9个方块里面都看的有点这个有点挤挺了。以前看这个方块里面基本上很少能看见这个泥人的一个批量的一个活动，现在经常就能看到里面有聚起来一堆一块的，
就能看见他们在里面活动的，这个觉得挺好玩。这个女娲和伏羲好信啊，有一天就是爬得非常低，盯着看的时候，这他们聚在一起干嘛呢？发现了挺好玩的是吧？总是一个这个泥人周边聚了一堆的这个男女儿，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呀？当然也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就是啥呢？这个女泥人太少，当初捏的少了，但是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总体上还相对和谐啊，这个人口数量呢迅速增长，不知不觉这个秋天到了，不知道是秋天这个金气旺了，白帝才上班，还是说白帝一值班的时候这个金气就旺。总之啊，秋天一到，一股这个萧索的这股戾气，就开始在这个泥人之中蔓延开了。特别是这个9宫图西面那几个方块是更加躁动不安。开始是2个好斗的泥人啊，为了抢女人打架，但是这个女人挺鼓励他们的，看着他们争斗，然后为他决斗，有一个决斗死了。之后他就开始那些泥人也开始流行这种方式啊，开始这个效仿，所有的男人之间这样决斗和厮杀，来供这个女人们取乐。本身这里面的这个泥人也太多了，所以说开始女娲呀和伏羲都没有当回事儿，并且女娲还挺支持他们进行一个决斗的，因为本身最开始捏这个泥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姐妹儿开心啊，让他俩闲的时候逗逗乐，所以说看他们没啥事儿，这个打打杀杀也挺好玩，然后女娲又让伏羲增加了这些泥人的一个金的一个属性，也就是一个好斗和杀戮的属性。开始只是在这个一定的小的范围内啊，后来不知道怎么他这种就扩散出去了。其实到最后伏羲也没弄明白啊，或许这个泥人本身呢也有这个好斗的属性在里面。总之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啊。但是站在这个高处看，它这个更像是一种什么感觉？更像是一种阴气和阳气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斗啊。因为金水旺相者，它本身好这个暗算，或者好记仇，然后木火旺相者呢脾气大，如果大家还理解不了，就是想象一下金水旺相的，就是那个敖丙那样的，或者是水族那样的。如果是木火旺相，就是哪吒那样的，他就脾气特别大。如果从阴阳上分，大家可以说这就是一种阴性的，一种阳性的啊，两种不同的一个人的体质，不同的人的一个表现。总之啊，从这股戾气开始蔓延之后，就是由小范围的这个争斗，就变成了一个大面积的这已经不叫争斗了，就是战争了啊！他们之间就不停的在这样厮杀，就是没有消停时候。以前看的还偶尔能看见俩人打，现在基本上就看的只要一抬眼睛，伏羲和女娲一看底下就在这打呢，所以说这个人口数量又暴减了，这会儿这个西方这个白帝就乐了啊。因为白帝就是靠这个的啊，如果你大家都是一片和气，白帝就没有事干了，这白帝就来了，就搁这等着，一个个往回领。后来已经不是一个一个的了，白帝的已经一批一批的往回领了。终于在过了10来天，这个上面10来天，底下实际上也就是10多年吧，终于是这个见不着几个人了，就是往底下一看，哎呀。一片狼藉，这阵女娲终于忍不住了。女娲说：“伏羲，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再这样下去又整没了，那我又得去和你干活了。”女娲下命令了，这个伏羲就得开始研究啊，他就是研究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就细想。因为这个事儿啊，这个女娲和这个伏羲真的又发生了争执，又差点他俩没打出手。女娲觉得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好斗的。其实这个他俩又上纲上线了，这个女娲又想起了过去了。当然，这个伏羲也说了，这个女人也是因为这次战争中不只是有这个，不是光是男人呐，这个女人也参与到战争。实际上，严格来说，不是男人和女人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性别上的一个问题。伏羲说这个可能是阴阳失调了，说当时咱造前儿。这个阳的这个泥人，也就是男泥人，也就是阳的，咱造的过多了，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阳的过多之后了，自然冲这个阴的，他们之间就是不均衡，就难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说，但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阳的多，阴的少，这个受益者应该是阳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是阳的多之后，阴的少之后，之间阳之间会发生战争，最终就会导致这个阳的衰弱，直到达到一个阴阳的这个均衡。所以说，伏羲说这么看吧，也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毕竟看也能看出来死的虽说也有这个女尼儿，但是大部分都是男尼儿，所以说当伏羲把这个话题又转回来，这个女娲也说了，咱不说那么多了，关键就是看想什么办法解决。然后伏羲就说了，说那到底我们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千百万次这个劫难怎么过来的呢？这个话给女娲说的一愣是的，我们是靠自觉之物吗？肯定不是啊，是靠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伏羲就拿了这个手上这个锯抖了，他抖了的时候，这个女娲还吓一跳，怎么说着说着要动手呢？也把龟又举起来了，他俩看看就乐了所以说大家再仔细看看他这个交尾图重点看那个他俩的眼神，就是女娲看伏羲那个眼神，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男女之间这个相亲相爱这个眼神它是一种互相提防，是一种想在一起还又怕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感觉像不像极了你和你的男人？还是不跑咱重点说这个规矩。当女娲和这个伏羲把这个目光看到了他们身上带着这个规矩以后，他突然间就有了主意。因为他俩之所以还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规矩起了作用。但是这里面现在有个问题了，伏羲也说了，咱临时到哪儿去找这么多规矩咱没有这个，这个规矩是上面给咱的，是不是？咱给泥人也没有地方找，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呀。他俩就开始研究，到底这个规矩背后它的运行规律是什么？这个细研究，他就觉得这个道长就用这个分享过，有点类似《太上感应篇》这种说的这个规矩在上一次的分享中已经说了，就说你用这种方式伤害对方，对方也会用这种方式来伤害你，你害了他的命，他也会索你的命，所以说他俩才能互相的保存到现在。而之所以这些尼人之间发生战争，争斗，就是因为他不懂这个规矩，当然呢也没有人找他们索他的命。所以说伏羲也说了，如果让这些尼人之间找到这个规矩，或者说能够让他们知道规矩，至少要先让他知道，第一个就是福祸无门，为人自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就太上感应篇先让尼人知道你怎么搞死别人，别人也会怎么搞死你。如果你发动战争，最终你也将死于战争。如果你算计别人，最后你也被别人算计。但是现在的问题又有问题了，说那怎么样这些尼人知道这个规矩呢？或者知道这个规律呢？因为上帝上面这几个帝是有要求的，他们不能强行的这个现身干预。他不可以说在底下战争时候他过去拿手一扒拉，拿棍子一划了，或者是到那儿他去把那个尼人给捏死，这是不允许的。这时候女娲就发话了，说咱们这样，咱们让这个尼人里面这个岁数大的女人传达下去。因为当时到底因为是用这个女人和男人，他俩还是有发生了争执伏羲倾向于用男人，因为伏羲的意思说男人比较聪明，省着传达事传达错误。然后那个女娲的意思说这女人活得久，说你别这个男人你告诉他传达了，最后可能没等他传达呢，他让人给打死了，这个也不行。然后就定让这个女人了，说那用什么方式？那肯定不能说的用这个太直接的方式，那就得用什么托梦或者用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定的方式，给他传达，让某些特定的人知道。实际上这点就是最早的这个巫师，也就是女巫就出现了。这样女巫就会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比如说特定的舞蹈或者仪式，焚香，等等当然是他和这个上面提前都互相知道的，总是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在这种方式下，这个女娲就会把一些给通过一些信息给传达过去，就让女巫知道这次将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
道长就举2个例子，精细点说吧。比如说，在某个村子，又有人把人给杀了，因为在这个没有这个规矩、没有这个规律之前啊，这是他们常事儿。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互相争夺、杀戮、抢夺已经当成了是正常的了。那么在这种时候，就是不只是群体性的，个体性的之间也是。这小阴人看谁别扭，偷摸把你那个小洋人领到山上，就给你顺山就推下去了。然后这个小洋人火气壮，好生气，看哪个小阴人觉得挺别扭的，动手就给你打死了。哪个女人她不喜欢这个男人呢？偷摸一把火就给你烧死了。哪个男人不喜欢这个女人，就领到海边就给推海里了。他以为是没有人知道的啊。但是实际上这些就是这个女娲和这个伏羲是都知道的。那么就是女娲通过一个特定的方式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女巫，然后女巫就会执行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点也不叫破案了，因为那阵儿没有那么复杂。直接就是啥呢？如果这个女人是烧死了她的男人，这个女巫就会把这个女人抓过来，告诉她，她烧死了她的男人，然后即将就要把她也烧死，然后也把她女人推下海那个男人，也抓过来捆上，然后绑上石头也给他投海。这个目的就是让这些小泥人知道，就是知道有这样一种规矩，产生了，你们不要这个毫无规矩，没有任何规矩，这以后就说你用的方式也会，回馈到你的一个身上。当然，这个用其他的有好多说啊，就是让他们至少知道了有这样一种因果，或者说把这样一种因果的概念或者因果的程序注入到了这个泥人生活的这个一个空间。你别说啊，这个规矩还真挺好用。当有了这个女巫来这个传达这些东西以后，这些人确实是当回事了，确实害怕了，因为他们知道，不敢再轻易的做一些这个，也不，他们那阵没有不分好坏啊，总之轻易的做一些，伤害或者那啥别的事儿的，因为你看你用这样的方式伤害别人。这个女巫就是知道的，女巫就会抓回来，用同样的方式。这个对于当时那个人处在那个阶段，他觉得这是多恐怖的一件事啊！他不管他理不理解，但是呢，他知道如果我干坏事，那么一定会被女巫发现。所以说这个办法还真不错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这个有点像是啥啊？有点是像咱现代企业管理的人管人。当然它有作用，但是人管人累死人呐。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儿啊？就是这女巫本身并不能知道一些东西，她还是靠这个伏羲和这个夏娃这看的。所以说一旦有时候发生了一些事儿，伏羲睡觉呢，夏娃睡觉呢，然后呢底下出这事儿了，那知道女巫能处理，底下就找这女巫，但是女巫烧香拜佛跳舞跳了折腾了半天，女娲没有给她反馈，因为女娲睡觉呢，也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个女巫就懵了啊，女巫就没法把这件事儿的一个具体怎么处理，这就让这个很多泥人开始不信任她。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女巫是连接不上的啊，大家这个方式有点细想，这个跟那个最早的，因为女巫跟这个沙满教，包括咱现在这个五大什么那啥，红黄白柳什么灰的之类的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在里面的，或者说你可以理解女巫就是他们这个最早的这个祖先。当然现在有些时候它也还是基于这样一个方式，也有时候也是连接不上的啊，它就在这儿，就说你得跟上面去连接上，当你连接不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处理不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女巫当她有了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为啥啊？因为女巫一般都是选这个女性里面岁数大的，然后女性本身又是一些部落的这个首领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地位上和各方面都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她有可能，或者也不是说有可能啊，确实有好多时候也这个因为自己一些私人上的一些利益，或者倾向于某些东西，做错了一些错的一个决定，这个导致啊，有些人对这个并不是100%信任，甚至在有些一段的时间啊，出现了这个把女巫抬上火给烧了的这样一个情况，确实在后来也有啊。简单说，也就是说女巫她的出现啊，她那个
让这个母系社会或者这种社会结构迅速的这个崛起。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女巫与上面女娲的这种沟通方式的一个不足啊，又导致了这个母系社会的一个衰落。当然这背后有这个伏羲他的一个参与了，这是一会儿聊啊。所以说这个综合上来说，这个女巫确实能够处理一些已经发生的一些灾难，给这些泥人以这个惩罚和警戒，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些灾难的发生。无论是那些集体性的，还有一些个体性的啊，更不用说这个针对这些天灾了，这个女巫更是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说，针对这个如何让这个这些泥人过得更好，这个伏羲和女娲可真是操碎了心了。没有办法，这个女娲和伏羲后来就分工了，说咱们就分开睡觉，就说的一个人看着，一个人睡觉，就根本没有赶一起睡觉时候。后来在这个伏羲值班，女娲睡觉的时候，伏羲发现呢，有好多这个问题的根源，甚至就出现在这个女巫身上。因为伏羲观测这个天道的运行或者观测的一些规律啊，记录已经不是个1000年2000年了，已经记录了好长的时间了。所以说伏羲是知道这件事的一个来龙去脉的，但是他却发现女巫用一个另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了这个东西。换句话说吧，如果真从上面，也就是说上天上帝角度来说啊，这个确实女巫处理这事儿不是公正的。为啥不是公正的啊？这里面一说又多了，因为女巫她本身是女性，她可能又是某个部落族长的母亲，等等啊，也有她本身她身份上的一个关系。总之，这个伏羲或者说有伏羲本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总之，伏羲觉得这个女巫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女性，而不太注重这个男性的一些生死。或者说伏羲认为当时有一些的这个男性的这个牺牲啊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是有些时候是基于一些可以去避免的。这个事儿当他跟这个女娲提起的时候，这个女娲就很不高兴。女娲总觉得他是有点要这个要篡权的意思，好像这个事儿啊弄得他俩之间又产生了别扭。就是就弄得女娲又很不高兴了，他俩差点又没大打出手，导致这个伏羲啊心里头对这个女娲也是很大意见。因为实际上女娲压制这个伏羲已经压制了几千年了，终于在一次这个女娲睡的这个正香的时候，伏羲开始策划这个要谋反，就是后来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了。伏羲谋反成功了，男人上位了。从这个男人上位以后啊，就是男人或者说的这个阳性这种争强好斗的这个属性彻底被释放出来了。这就是这几千年来的这个男权社会、男性社会，也是一个杀戮、战争、掠夺，这样一个社会。所以说在这个社会中或者这个男权社会中啊，男人已经不只是和女人干了，也会和男人干，会为了任何这个目的不择手段。或者说是为了按以前看来说都不值得的这个目的，他们也会发生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甚至这个战乱。这个以前道长也分享过了，比如说有些时候为了抢匹马，有些时候为了抢别的部落的一个女人等等啊。总之因为各种事儿他们都会干。当然也不只是战争，他们这个觉得自己这个地位上来了啊。道长说这段就是这个女娲在睡觉的时候，伏羲在这个看着他们时候，就给男人给了什么3房4妾，最多的时候据说啊，有些男人已经给了什么3000娇娥，什么7000坟袋，反正加起来后宫有上万人了。可是男人完犊子呀，这些基本都是摆设，完全没有母系社会时候那个感觉啊。感觉母系社会时候，你看那一个女性统治了上千上万个男人，但是也是可以的，依然很和谐。但是在这个男人统治这个上千个女人的时候，确实不和谐啊。那些宫斗剧道长今天就不讲了，这个道友们比道长还熟悉。所以说又经过了这么2、3千年的一个争斗啊，后来这是男人提出来的，觉得这个
这不是办法啊，总这么打，觉得还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好一点，然后这就到最后又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但是这些男人和女人经常也还会在梦里头啊，女人会梦回这个母系社会，男人会有时候梦回到这个男权这个情景，当然这个也只能是在梦中。但是这种男女之间实际上也就是阴阳之间这个冲突啊，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大部分都是以男人胜啊，确定的这几千年的，到少数女人胜的，就是道长以前分享过什么武则天，慈禧，还有几个没敢写入历史的，怕大家效仿的女性，也差一点差点没胜了。就这么翻来覆去的，颠来倒去的，阴阳之间、男女之间这个争斗，这个伏羲总是趴着看，觉得这也不是办法呀。万一哪天这个，女娲醒来了，这个毕竟不是一个长远的办法啊。话说回来啊，这个伏羲的这个脑袋智商，确实是非常高的或者说至少跟女娲比，他要比女娲要高多了。伏羲通过这几千年来啊，观察这个日月的运行，阴阳交替这个规律。这个细节道长就不描述了，有好多个，比如说他在最开始画成这个9块的人中，基于这个阳光照进这个9块不同的时间，他就在外面立个棍儿，然后他就能看出来说哪块接受的阳气比较足，哪块接受的这个阴气比较足，哪块这个阳光即将能照到那儿等等啊。他发现如果能够利用好这股能量，就是利用外界的这种五行阴阳交替的这种能量，如果能够利用好了，男人永远不可能再被女人统治，或者说女人永远不可能再战胜男人。所以说他基于这些他就把这些规律整理出来了，记个什么树叶啊，记到什么羊皮啊，后来记到小本本上啊，然后给上面写了2个字，就给这书命名了，就叫日月，日在上，月在下。大家后来把它就读到一起了，就读为易。这个易是最早的咱们的文字符号，也是记录这个天地之间大道的符号，也是这个记录这种运行规律的符号啊。总之就说，如果你能掌握了这个，伏羲花了几千年记录的这个规律，其实这个规律还好在哪儿他知道，比如说什么时候是春天，什么时候是夏天，什么时候是秋天，什么时候是冬天，然后太阳在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下山。当然，你看着这个，咱们现在觉得很简单但实际上对于古人来说，这个已经很不简单了。这就如同啥呢？你知道现在的天气预报。你有现在的 GPS 导航，你有现在的地图，那你很容易就战胜嘛，是不是？那阵儿你想那些傻的和那个部落还在打仗呢，伏羲是知道还有半个小时天就黑了，那轱辘不论小时就还有1个时辰，天就黑了。是不是黑天之后，那他们自然就要准备黑天的了，什么火把呀，或者黑天的这个武器等等然后伏羲因为还能知道啥呢？未来多长时间以后会刮风，未来多长时间以后会下雨等等，他都知道。你想相对掌握了这样一个技巧来说，这个对于战争或者对于这个统治多有用途啊！无论后来大家知道的说的什么诸葛亮或者什么鬼谷子就是你们知道的所有的这人物它都是基于这个伏羲的这个算法的。当然你现在叫算法也行就是这个易，也就是天地运行的这个规律的。当然如果你再往说就是道长一直说的天地人，他们之间打仗都注重的人，你有多少兵，你的武力有多强。但实际上伏羲已经调动了或者利用了天地之间的其他的五行阴阳之间的力量，那这个你想普通人哪能打得过呀？所以说当你掌握了这种力量和这种能力，你不要说这个男人与女人之间战争了，是不是？你与满个世界战争可能你都能获胜，因为你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来对抗满个世界，你是靠义的，靠背后的运行规律。那么来说战胜其他的你本来战胜不了的这个力量就是有可能的了。但当时实际上还只是义，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规律，不存在一个对错，也不存在，更没有太深的一个解析直到后来孔子给注释以后，解义以后，孔子解完之后，这个义多了一个字就叫易经。他在易经中更加强调了是一个阳，也就是男人的力量。比如说孔子说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意思就是还是说男人开头，并且反复在这个易经中强调了男尊女卑，男上女下，
男天女地，三从四德，夫唱妇随，或者总之就是这个阳要在上面，不停的在强调这个事儿啊，逐渐的这种阳的力量，也就是在这个易经，在易的这种规律的帮助下，越来越这个牢固，坚不可摧。何况这个男人的身体素质已经比几千年前那个要好了这个为什么要好了？道长上期已经分享过了，是因为女娲再次造人的时候，伏羲耳边风给吹了一句，给这个男人加强了本身这个男人的身体就比以前要好，以前是没有女人好的，在母系社会但是后来奏的，确实还是可以了。然后再掌握了这个易经，这个易的规律，提升了这个智慧。认识了这个自然界的一些规律这个导致这个女人的地位直线下降，因为一直从古代这个学艺都是传男不传女，大家看着够狠吧？所以说，当男人掌握了这个易的这个智慧以后整个这个跟以前的母系社会就完全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就与母系社会正好完全相反。在这个易的这个强大的这个背后能量加持之下，易学衍生出了很多大家现在都知道的什么八字命理，六爻、奇门，等等，还有很多风水调整等等但这些都是基于男性为核心的理论。还有以前道长分享过那个带过一句的武则天那个乾陵，武则天为啥他没有叫坤陵？为什么什么李淳风还是袁天罡要这个用这个易来给这个乾陵那个整个挖心断尾，把那个火凤凰去坎水压离火的风水布局等等都是这个背后这个道理。当然这些道长先不展开。总之这几千年来，这个女人逐渐沦为男人的附庸，甚至是玩物，甚至在这个2000年后明码标价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这个是女娲在那做梦正在睡觉做梦，她也没有想到的。道长这假想一下，女娲如果知道这事肯定得骂，他妈的，最多我他妈让男人出去打猎，但是我没把男人卖了呀。哪知道现在这样就是相信这个女娲的一旦一觉醒来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据说在这次离火大运，女娲会再次醒来，她和这个伏羲会换岗。所以说男女之间，也就是阴阳之间那个战争永远不会终止。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没有可能。当然若是终止了，那也就毁灭了。还是道长说那个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阳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形态，阴阳本身就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按常规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统一变成一个纯阳或者纯阴的。当然纯阴就是那个白帝特别熟悉那个世界了。要是纯阳那就往上提升了，那是另一个那啥呀。也不能说彻底说纯阳不生，纯阴不长的只能说如果是在这个泥人的世界中，这个阴阳就要维持一个平衡。当然在这个泥人世界中也有极少数人一直在这个寻找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个就是修行。大家看到了，不只是伏羲和这个女娲为这件事头疼，实际上在泥人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泥人之间也有人一直在寻找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修行。就是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本身不通过与这个其他进行结合的方式达到一个阴阳均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当他这个阴阳是均衡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外力的吸引和诱惑。那么他对于他这个人来说就不存在一个怎么说呢，那他有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永生吧，就是这个道理。这几千年来确实这个女人确实是不容易，确实是很难过的，很黑暗的这几千年所以说也就有了前几天有道友问起来的实际上也有女人偷偷问起的这女巫的说这个女人生孩子太痛苦了能不能不生了这个女巫也托梦问这个睡梦中的女娲说能不能以后让男人生孩子。女娲想了想这个事儿也正是她想问的，她就托梦问了上帝，上帝说万万不可呀，说若是男人把生孩子这事儿也学会了，他们会杀光所有世上的女人的。就是说这个女人唯一与男人抗衡的，或者说唯一胜的一个本领就是生孩子了。论体力不行，论智商也不行。
如果生孩子这个活儿真让男人抢了，那就完了啊！据说在现代了已经有一个叫什么伏羲马斯克之类的，已经开始造这个替女人生孩子这个了。所以说啊，这种马斯克应该是女人最大的敌人，是男权典型的这个代表人物。他之所以制造出这个机器人啊，不是为了这个服务于女性，这是为了消灭女性做准备。这些女性啊，咱女性想得美，以为说马斯克整出这个生孩子机器人，然后呢，你们家有钱，你们家买回来一个，然后男人在外面赚钱，你只管吃喝玩乐，回家有机器人收拾房间，有机器人做饭，再有机器人，再有机器人伺候你这个你和你老公，然后再有机器人替你生孩子，那还要你干什么呀，是吧？所以说，那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发生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老公和机器人很有可能会合谋把你弄死，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弄死，因为你已经没有一点存在这个价值了，还不跑啊？我们再回来，总之现在这个女性过得确实越来越不容易，就在这个女娲睡觉的这段时间啊。那么这个也有这个女人托梦问了啊，问这个又问这个女娲了，说这个女人还有机会吗？还有没有机会吗？至少在这个女娲睡觉的这段时间啊，她如何扛过去？女娲也这个请教了这个上帝啊，上帝给她托梦，给了她一本书啊，说这个书啊会以一个叫老子的名义在世间传播。若想让女人再次统治世界，应该这个好好学这本书。这个就是老子那5000文，也就是道长即将要深度分享的这个道德经。所以说啊，这2天咱啰嗦了这么多，铺垫了这么多啊，明天才正式的进入主题，也就是正式的分享易经和道德经的这个区别。也就是老子这5000文，这个道德经可能是女权崛起的唯一出路。因为易经如果是1的话，道德经就是0。易经如果注重的是男性的这种阳刚的这个力量，那么道德经注重的就是女性的这种阴柔的这个智慧。你易经无论你这个什么有72变呢，什么天行健呢，飞龙在天呢，你怎么抖了，但是道德经告诉你这个夫云云各归其根。总之就是如果说易经是这个你改变世界的动力，或者是你搂钱的耙子，那么这个道德经就是啥呢？最终你装钱的匣子，承载这个世界的这个坤德。所以说这个易经是以男性为主导，象征这个父权、君权与创造力这种阳刚进取之力。而这个老子这5000文，也就是道德经，是以女性为主导，推崇这个母性、包容、柔德，知其雄，守其雌，柔弱胜刚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关机。总之这个道德经，采用的是完全与易经相反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又正是符合了这个女性的这种，无论是人的这个结构，还是她的思维这个结构的，或者说至少女性能够理解和利用这种能量，能够使这种能量，也就是阴性的能量，也就是女人的这种能量，与阳性的，也就是男人的这种能量相抗衡的唯一的一个出路，或者说唯一的这样一个智慧。我们将来与男人争的不是争学艺，也不是争这个阳刚，不是跟他争着去争这个天下，你争不过了，但是争不过你早晚他们要回来，所以说咱们要通过以这个道德经的智慧学会去承载，早晚就是让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啊。所以说说到这儿，道友们应该知道道长即将要描述的了，就说如果你还想战胜这个这是说给这个女性道友说的，还想战胜这个男人，那你应该以这面的这个道德经为核心，而不是去这个抠这个易，甚至是走进现代的这个别人给你灌的这个鸡汤，或者那些更加那个那细枝末节的那个误区。如果在那误区里面永远你没法翻身，
所以说那就只能等着，等着女娲醒来的那天了。